第26章不要外出。和贝克兰德、廷根、普利兹港等大陆城市不同，班西等殖民岛屿缺乏瓦斯，两侧路灯稀疏，蜡烛笼着玻璃罩，等待被点燃。可惜的是，今天风起得早，傍晚就无人外出，烛火没在预定的时间内散发出光芒，道路一片漆黑。纯粹靠在云层里若隐若现的绯红之月照亮轮廓，和之前比较，狂风平和了许多，至少克莱恩不需要再分心于自己的帽子。淡薄的雾气渐渐弥漫，周围以2层为主的房屋门窗紧闭，漆黑无光，仿佛已很久没有住人。克莱恩一手提着昏黄的马灯，一手握着硬实的手杖，快步行走于安静到极点的街道上，往烈焰达尼兹指出的青柠檬餐厅方向靠拢。薄雾之中有风打旋而来，克莱恩莫名觉得脖子有些发冷。他抬起持握手杖的右掌，让双排扣长礼服的领子变得笔直竖挺，完全遮住了脖子。就在这个时候，他脑海内突地浮现出一幅画面。画面内，一个西瓜大小的黑影从雾气里窜出，瞬间扑到了他的耳畔。克莱恩没做思考，返回胳膊和小臂，猛地抽出了手杖。砰！那突如其来的黑影刚有靠近，就被抽中正面，抽得倒飞出去好长一截。借助马灯的光芒，克莱恩终于看清楚了袭击自己的是什么东西。那是一个脑袋，那是一个失去了躯体、悬挂着食道的脑袋。那脑袋漂浮在半空，脸部仿佛长满了霉般的干瘪奶酪，流着黄绿液体的皮肤明明松弛下垂，却勾勒出了骨头的轮廓。他鼻子位置只剩2个黑孔，眼睛白多黑少，往外鼓出，嘴唇腐烂了大半，显露出混杂有血水的打磨得很尖利的牙齿。狗屎！烈焰达尼兹看到这一幕，心头微颤，暗骂了一句。即使他探索过不少宝藏，战斗过许多怪物，这么恶心这么惊悚的东西也是少见。他的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把古典左轮，肘部下压，即将开枪。这时他看见一道纯粹明净的光芒从天而降，落在了那被抽得有些僵直的脑袋上。啊！一声惨叫发出，那干瘪狰狞的脑袋迅速蒸发消融，灰飞烟灭，什么痕迹都没残留。真弱！达尼兹下意识评价了一句。格尔曼斯帕罗这怪物是太阳途径的，不像啊，依靠的应该是神奇物品。刚才我还没有察觉，格尔曼斯帕罗就已发现敌人并做出了攻击，确实很强。达尼兹很快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另外方面，他思绪刚有沉淀，眼角余光就看见一个类似的脑袋从侧面雾气里飞出，试图咬向自己的脖子。砰！达尼兹不慌不忙扣动了扳机，黄铜色的子弹准确命中了那长满霉斑的脑袋，打得对方眉心破碎，向后一仰，停滞在了半空。紧接着，达尼兹虚握的左掌内一团赤红迅速膨胀，焰光开始缭绕。他前倾身体，拖动手臂，扔出了那团火焰，让他轰的一下砸在了僵直的脑袋上。火光腾起，赤红燃烧，那脑袋的皮肤飞快焦黑，发出了滋滋滋的声音。但是他却没受影响般猛地往前一扑，嘴巴大大张开，即将咬中达尼兹的脖子。这样的变化有些出乎达尼兹的意料，险些来不及躲避，忙缩脖团身往前翻滚，勉强闪过了这致命的伤害。他左掌内再次有赤红呈现，可那火焰并未膨胀，反倒往内收缩，层层叠叠。也就是1秒钟的功夫，达尼兹于躲避中投出了那个仅有眼睛大小的橘黄火球。火球受到他灵性的控制，于半途画出弧线，准确飞入了干瘪脑袋的口中。轰隆！火光一闪，爆炸从内往外撑裂了飞翔的脑袋，无数碎片连带血水洋洋洒洒落往四周。总算解决了。达尼兹翻身站起，舒了口气。他此时才发现，这种只剩脑袋的怪物其实并不好对付，而格尔曼斯帕罗轻松简单就干掉了一个。主要是太阳领域的非凡能力很克制类似的东西。达尼兹不屑地在心里补了一句。念头转动间，他侧头一看，发现格尔曼斯帕罗根本没等自己，提着手杖和马灯，小步快跑地奔向了远处，黑色礼服轻微往后扬起。狗屎！等等我！等等我！达尼兹瞳孔一缩，大步流星地追赶了上去，不敢自己一个人停留在稀薄的雾气和暗淡的环境里。青柠檬餐厅内，唐娜看着摆放在面前的白色瓷碗和里面盛放的暗红血块，想起了刚才那些客人进食时的奇异惊悚感，
想起了那无头斗篷人脖子处冒出的股股血液，他喉咙蠕动了一下，险些呕吐。唐娜决定放弃这种美食，哪怕浓烈的香味已钻入他的鼻子。他随意吃了点沙拉和土豆泥，等待着外面风停，只觉墙壁上的挂钟走的是如此缓慢。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一桌桌顾客相继结账，离开了2楼。这里越来越安静，越来越空旷。咚咚咚，唐娜只觉他们踏着木质阶梯往下的声音是如此令人烦躁。终于，他发现外面的树木不再摇晃，地面落满了各种杂物。风停了，唐娜激动地指着窗口道：“他的父亲，进出口商人沃尔迪布兰奇捏了下额头，低沉吼道：‘唐娜，你的餐桌礼仪呢？’可是，唐娜正要争辩，克里维斯抬起手掌，往下一压道：‘7点40分了，晚餐也进入尾声了，我们还是尽快回去吧。’班西港有许多关于夜晚的不好传说，每一位靠大海为生的商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迷信，涉及民俗传说时更是如此，所以沃尔迪略作沉吟，就同意了克里维斯的提议。他迅速买单，领着家人和保镖下到了1楼。克里维斯正要开门探路，旁边一个房间突然发出吱呀的声音，吓得唐娜差点尖叫，死死握住了弟弟丹顿的手。一道人影走出，瞄了他们一眼，平淡说道：“起雾了，最好不要出去。”这人影穿着黑色燕尾服，没戴帽子，鼻梁上架着副眼镜，脸庞多肉，近乎圆形。福克斯先生，你想表达什么？克里维斯认出这是青柠檬餐厅的老板。福克斯没什么表情的说道：“在班西，大雾和天气变化剧烈的夜晚，最好不要外出，不要回应敲门，否则可能会遭遇不好的事情。前面已经有人离开了。”唐娜越听越是害怕，大声强调道。福克斯指了指1楼的各个房间，他们选择留宿。吱呀，哐当，福克斯话音刚落，一道道房门就或轻或重的打开了。先前那些绅士和女士们来到门口，静静的注视着想要离去的唐娜一家，静静的注视着。也许我们该尊重这里的风俗，沃尔迪布兰奇斟酌着说道。在这里住一晚并不耽误我们登船。按照克里维斯原本的经验，这种时候应该听从福克斯的建议，留宿于青柠檬餐厅，但他却想到了格尔曼斯帕罗的提醒，那是一位能看守住烈焰达尼兹的强大冒险家做出的提醒。班西港有潜藏的危险，梅特只是户内还是户外？克里维斯迅速做出决定，对沃尔迪道：“布兰奇先生，请相信我的专业。”“是啊，我见识过很多民俗，都没有实质作用。”另一位保镖蒂格附和道。他话音未落，餐厅大门处忽然发出咚咚咚的声音，远处则有连续的惨叫依稀传来。“你们看，有敲击声了，不要回应。”福克斯语速不快不慢的冒了一句话。沃尔迪内心一颤，就要选择留宿。唐娜则看了眼那些站在各自门口的绅士和女士，只觉他们的眼神说不出的奇怪。“不，我们必须回去！”小姑娘近乎尖叫的强调道。克里维斯也感受到了那种无法言喻的压抑和从骨头内部渗透出的寒冷，再次强调了自己的意见：如果有问题，留在这里会更危险。船上有火炮，有带着枪和刀的水手。这个理由说服了沃尔迪，他示意克里维斯去开门。克里维斯等到敲击声平息，一手握枪，一手后拉，打开了大门。外面风声低落，黑暗深重，雾气弥漫，仿佛藏着许许多多的怪物。唐娜拉着弟弟丹顿，躲在塞西尔身后，一步一步离开了餐厅。哐当，餐厅的大门突然关闭，让他们再也无法返回。这个时候，他们就像是暴风雨里的船只，天地间只剩下他们自己。克里维斯提着马灯走在前面，忽然看见一个东西飞了过来，砸在地面，滚了几下。唐娜等人下意识望去，顿时发出了惊恐的声音。那是一个干瘪发霉的脑袋。紧接着，他们看见了光，光芒从天而降，恶心的脑袋随之消融不见。沃尔迪等人艰难地吞了口唾液，身体有所站立。就在这时，他们看见雾气深处有昏黄的光芒靠近，那是一个提着马灯的身影，半高丝绸礼帽整齐，双排扣长礼服与黑夜一色，脸庞线条分明，冷峻中透露出明显的锐利感。“斯帕罗叔叔！”唐娜和丹顿脱口喊道，他们只觉心灵一下就变得安稳。克莱恩将马灯丢给身旁的达尼兹，提着手杖过去，平静不见异常的对克里维斯等人道：“先去电报局。迪莫多一家呢？”第27章请求。
迪莫多。他们还在餐厅里，沃尔迪布兰奇下意识回答道。紧接着，他指向发霉脑袋被净化的地方，急声问道：刚才那是什么？维持着格尔曼斯帕罗人设的克莱恩未作回答，瞄了眼达尼兹，直接越过唐纳一家，走到了大门紧闭的青柠檬餐厅前。烈焰达尼兹提着马灯，因终于完成一个目标轻松了不少。他挺直腰背，看着沃尔迪等人，嘿了一声道：你们不需要去管这是什么，记住他是会伤害你们的怪物就行了。如果不是格尔曼斯帕罗就在几米开外，他甚至想宣称只有我烈焰达尼兹大人才能保护你们。克里维斯和塞西尔·蒂格对视一眼，主动上前宽慰雇主道。等返回白马脑号再问。坦白的讲，他们3位保镖曾经都或长或短的做过一段时间的冒险家，可对怪物的认知依旧停留在民俗传说和同行醉话这个层次，此时难免有些自己在做梦的恍惚。但对他们而言，既然见识过鱼人这种生物，其他东西也就不是那么太难以接受，顶多比鱼人丑一点、古怪一点、特殊一点。这么一想，他们内心稳定了不少，手中的枪支似乎又找回了力量。不过，那道从天而降的纯净光芒依然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只觉长久以来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出现了动摇，只能暂时不去考虑，将种种情绪全部压到心底。克莱恩停在了青柠檬餐厅门口，抬起右手，屈指敲动，咚咚咚，他有节奏的敲了3下后，里面无人应答，一片安静。如果不是还有烛光从窗户和门缝里明晃晃透出，克莱恩甚至会以为这是一座废弃许久的空屋。咚咚咚，他又敲了3下。餐厅之内沉默依旧，所有人都仿佛在遵守大雾天气不回应敲击声的习俗。克莱恩收回右手，拍了拍双排扣长礼服的下摆，突然他身体后仰，膝盖提起，用力往前蹬出了右脚。哐当一声，餐厅的大门猛地往后敞开，固定铜锁的钉子全部冒了出来。身穿燕尾服，脸蛋多肉，近乎成员的老板福克斯还是站在原本的位置。选择留宿的女士和绅士们又纷纷打开房门，静静站在分界线上，无声望着这边。你想做什么？福克斯没有发怒，语气一如之前，但手里已多了把左轮。开了灵视的克莱恩转动脑袋，环顾了一圈，未从在场人类身上发现协议的痕迹。他的视线落到了餐厅老板身上，目光沉凝下来，看着对方的眼睛道：迪莫多一家呢？福克斯与对方压抑着情绪，仿佛在酝酿风暴的深棕色眼眸对视了2秒，不自然的扭过脑袋道：还有一桌外乡人在楼上，让他们下来。克莱恩冷漠吩咐道。福克斯静默了好几秒，直至对方迅捷拔枪，瞄准了他的脑袋。他吸了口气，派了位侍者前往2楼，带着迪莫多一家沿阶梯咚咚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迪莫多是位不到30的男子，这次是在和新婚妻子度假。克莱恩垂下枪口，平淡说道：班西港发生了变故，你们是和我一起回船上，还是留宿这里？变故。迪莫多咀嚼这个单词的同时，看见外面的乌尔迪布兰奇在对自己重重点头。他知道对方是位很有钱的进出口商人，随身带了3位保镖，相信如果真有什么变故，和对方待在一起肯定更加安全，所以答案不言而喻。至于班西港的独特风俗，那只是风俗而已。他拉住新婚妻子的手，边走向门口，边礼貌笑道：我们所有东西都在船上，当然是和你们一起。谢谢。他和他的新婚妻子同时道了声谢，越过克莱恩，与外面的布兰奇一家会合。克莱恩收回左轮，很有礼貌的向老板福克斯微微鞠躬道：打扰了。说完，他转过身体，在餐厅外泄的光明里走向了克里维斯等人。哐当一声，青柠檬餐厅的大门再次合拢，被风吹得有些摇晃。克莱恩刚才其实有察觉到一些异常的微妙的气氛，但既然灵视没有收获，他也不想去深究，免得引爆班西港潜藏的那个巨大危险。他回到达尼兹旁边，就着马灯的光芒扫了下人数。唐纳一家4口，3个保镖，迪莫多夫妻以及几位仆人齐了。克莱恩交换了左轮和手杖的位置，抬起握枪的右掌，探入双排扣长礼服内，摩挲了下太阳胸针。暗金色光芒一闪，无形的力量飞快往外扩散，波浪一样涌过了在场所有人。这个瞬间，
唐娜等人就像来到了南方，正沐浴温暖的阳光，驱散体内的阴寒。他们不再那么紧张和担忧，似乎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勇气。之前想用达米尔港特制腌肉残存的些许黑色，连同极为少量的血液感迅速消融。太阳光环能提高20米范围内同伴的勇气，并净化他们体内的邪异力量。借助胸针施展的这种类法术能力，受着克莱恩灵性和精神的控制，他可以让太阳的力量绕过不想帮助的目标。先去电报局，克莱恩重复了一遍，左手持杖，右手握枪，分辨好方向，迈步前行。达尼兹则按照他的示意，走在斜侧方。克里维斯、塞西尔和蒂格非常专业地接过了另外2个方向的警戒。超过15人的队伍，一旦遇到袭击，很容易顾此失彼，而且这里只有烈焰能真正称得上帮手。该怎么做呢？克莱恩回想了下之前遭遇的怪物特点，忽然将左轮塞回了腋下枪袋内，并把手杖交于右掌。他左手探入衣兜，去掉铁质卷烟盒的灵性之墙，取出阿兹克铜哨，将它握在掌中，时而抛弃。他相信那些只剩一个脑袋的不死类怪物肯定会遗忘其他人，眼里只剩这枚黄铜色的古老哨子。这样一来，我就不用担心来不及救援了，这就是 MP 的作用啊！克莱恩感叹一声，稍微加快了步伐。就在这个时候，前方稀薄雾气里飞出了3个长满霉斑的干瘪脑袋，他们利剑一样从不同方向冲往克莱恩，完全无视了其他鲜美血肉的存在。3个，达尼兹瞳孔一缩，有点担心格尔曼斯帕罗会手忙脚乱，又有些期待对方展现真正的实力。3个，克莱恩不慌不忙地抖动左掌，将阿兹克铜哨扔向了半空。那些拖着食道的飞翔脑袋当即画了个弧线，奔向最主要的目标。克莱恩退后一步，没有表情的抬手捏了下太阳胸针，豁然之间，铜哨所在的位置凭空产生了一丛丛金色的密集的火焰，神圣的气息磅礴弥漫，光明之火。那3个皮包骨头般的脑袋同时发出凄厉的惨叫，在金黄的火光里化成了一丛丛粉末。克莱恩上前2步，伸手接住了阿兹克铜哨。还能这样？又是一件神奇物品。达尼兹愣了2秒，只觉事情解决得太轻松了。这个时候，迪莫多和他的妻子也看清楚了刚才袭击众人的东西长什么样子，一个吓得脸色发白，一个惊慌失措地问道：那是什么？唐娜当即转身，认真点头道：等返回白马脑号再问。说完，他竖起手指，抵在唇边，模仿斯帕罗叔叔给出晋升的意思。迪莫多想到前方那个年轻人展现出的神圣气息，艰难吞了口唾沫，拉了拉妻子的手，警惕地沉默了下来。仆人们见状，只能顺从。队伍继续前行于只有单薄月光的街道上，两侧房屋内的灯火都已熄灭，凸度窗后是看不清的黑暗。唐娜总觉得里面有一双双眼睛在跟着自己等人移动，但又碍于某些因素，没谁露面。他们肯定都在害怕斯帕罗叔叔。他拉紧弟弟的手，走在父母的保护圈中。忽然，侧方街口出现了一道身影，他披着黑色的斗篷，前倾身体，露出还在冒鲜血的脖子，而脖子之上空空荡荡，只有斗篷的内衬映着月光。呵！那无头的人影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鸣，噔噔噔就冲向了克莱恩，踩的街道地面出现轻微的摇晃。他所经过的位置正好要与达尼兹碰上。这位知名海盗暗骂一声，挥动手臂，从掌中甩出了一团反复压缩过的橘黄火球。轰隆！火球爆开，炸得那无头之人向后连退了几步。他身上衣物破烂，皮肤飞快焦黑，斗篷随之燃烧了起来。但于早已失去生命的怪物而言，这不算什么太严重的伤害。就在这个刹那，随着啪的一声脆响，黑色斗篷上的赤焰猛然腾起，如在盛放。穿着大衣的克莱恩从火光里跃出，借助坠落的惯性和本身的力量，将双掌持握的手杖直接插向了无头人的脖子。噗嗤！那手杖没入无头之人的身体，从他的裆部伸了出来。砰！克莱恩背部肌肉一鼓，硬生生将无头怪物插翻在地。趁此机会，他一边立在对方背后，继续紧握手杖，一边将灵性灌注入太阳胸针内。他刚才已经用灵视判断过，召唤圣光净化之斩和光明之火都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这黑绿颜色浓郁的怪物，只能换一种办法。5秒、4秒、3秒，无头之人竭力挣扎，
却像蛇一样，半跪着被手杖牢牢钉在了地上。2秒，1秒，克莱恩低沉开口，吐出了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太阳。星星点点的灰芒呈现，化作水滴，洒落往下，淋在了无头之人的身上。滋滋滋，黑绿气体冒出，克莱恩放开手杖，侧移了2步。稀疏的雨水里，无头之人连续抽搐，最终平静下来，融化成了一滩血水。没有非凡特性，这说明不是真正的敌人，顶多算制造出来的仆役。克莱恩抽回手杖，转身走向了队伍。好酷！丹顿发出迟来的赞叹声。唐纳的眼眸也是熠熠生辉，还是借助神奇物品的力量。不过，那个依靠火焰的闪现说明了他真正的实力，真不好对付。烈焰达尼兹收回视线，觉得自己之前不盲目逃跑的决定实在太明智了。7、8分钟后，又清理了2波怪物的队伍抵达了班西港电报局。克里维斯主动上前敲响了大门。谁？里面传出一道平缓的女声。我们想找白马脑号的船长爱尔兰先生。克里维斯隔门回答道。安静的夜里，那女生不快不慢地说道。他和他的大副去了隔壁的教堂，这里的人说话有点奇怪啊，或者只有类似的夜晚是这样。克莱恩抛了枚金币，确认对方没有撒谎。他们准备离去时，电报局内那女生迟疑了下道：你们可不可以帮我留意一个人？他是我的同事，今晚封起钱出去，再没有回来。他叫帕沃考特，第28章返回的主教。帕沃考特。克里维斯没直接回应电报局门后的女人，扭头看了格尔曼斯帕罗一眼，等待他做出决定。在这位前冒险家眼里，一行10几个人想要安全顺利的回到白马脑号，本身就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不能也不该在这种时候分心去帮忙找人。不过他也很清楚，目前的支柱是格尔曼斯帕罗和烈焰达尼兹，他们才拥有答应或不答应的权利。克莱恩沉默了2秒，嗓音不高不低的开口了。他长什么样子？他认为多掌握一些情报，有助于脱离这充满迷雾的诡异小城，所以随口问了一句，至于是否会帮忙留意，全看接下来会遭遇什么事情。在询问的同时，克莱恩又告诫自己，不要太过深究，否则容易引爆班西港潜藏的那个危险。在了解情况和规避风险之间，他必须像走平衡木一样，不多不少，不左不右，不偏不倚。这也许容易，也许艰难，因为没谁知道一脚踩下去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只能凭经验和直觉做出判断，随时可能掉坑。这让克莱恩的精神高度紧绷，思绪前所未有的迅捷。浓郁的黑暗和稀薄的雾气里，电报局的大门依旧紧闭。里面那个女人停顿了下道，他是一个很英俊的男人，他有2只眼睛，2只耳朵，一个鼻子，一张嘴巴。这回答怎么这么瘆人？这女的怕不是也有点问题？根据班西港的习俗，她根本就不该开口回应。烈焰达尼兹很有种踹开大门，冲进电报局，检查里面状况的冲动。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格尔曼斯帕罗抬手按了下帽子，转身走向了侧方。风暴教堂。克莱恩简短的说出了目的地。他没管电报局里那个女人有什么问题，就像不去探究青柠檬餐厅的老板和留宿的食客藏着什么秘密一样。风越来越小，雾稀薄未变，教堂内的烛光从高处的窄小窗户隐隐约约照出，仿佛暴风雨里的灯塔。克莱恩再一次使用太阳光环后，唐纳等人又恢复了点勇气，就像落水之人，拼命的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安静而匆忙的行走于没有路人的街道上。很快，他们抵达了风暴教堂的外面，可2扇大门却紧紧闭着，没路缝隙。瞄了眼门上的风暴圣灰，克莱恩抬手连敲了3下。咚咚咚，门后当即传出一道略显警惕的男声：谁？格尔曼斯帕罗。克莱恩直接回答道。他已经听出来，问话的是爱尔兰船长。你为什么到这里来？爱尔兰没有开门，再次询问。克莱恩提着手杖，平静说道：你帮我支付了给白沙的补偿。爱尔兰先是一愣，觉得有些好笑，接着初步确认外面是真的格尔曼斯帕罗，至少在善于伪装的怪物也不该知道这仅限于2人之间的事情。他还有些犹豫，直至克里维斯、乌尔迪布兰奇、唐纳等人相继发声，才放下心来，让大副哈里斯解除反锁，打开了大门。沉重的喳喳声远远荡开，克莱恩看见了带船形帽，
一手握直剑，一手提火铳的爱尔兰。这里也出了问题，结合前面的情况，他敏锐问道。爱尔兰先侧身让唐纳等人进入，然后才指着祈祷大厅道：我认识的牧师杰斯死在了里面，脑袋和身体分离，而主教米勒不知道去了哪里。另外几名牧师也是，还有教堂内的仆役都不见了，死了一名牧师，失踪了一位主教，整个教堂失去了活人。这问题有点大啊。克莱恩握着冰冷的阿兹克铜哨，内心愈发沉凝。当然，他很清楚，牧师和主教并不是风暴教会管理班西港超凡事件的主力，在这座教堂的地下，必定存在着由6到8名非凡者组成的带法者小队，以及数量不定的封印物。即使高序列强者，也未必能于短时间内几乎没什么动静的解决掉这股力量。只要他们还活着，还能使用封印物，问题就不至于太恶化。所以这个时候，带法者小队在做什么？克莱恩根据前职业者的经验，从正常的处理流程出发，做起了猜测。这个过程里，他跟随爱尔兰去了趟大祈祷厅，检查了下死去牧师的身体。杰斯死状凄惨，像是活着被人切掉了脑袋，与外面那些怪物不同，他的食道和头部是分离的。克莱恩的灵视中，这位牧师已经没有残存的灵，即使想通灵，也很难成功。是杀人手法本身的特殊，还是做了相应的处理？与外面的怪物不同，是因为动手的太匆忙。克莱恩结合现场的情况，完成了之前的猜测。他认为有2种可能，一是地下某件源于本地的活着的封印物或中序列非凡者失控，逃到了教堂内，跑了出去，于途中解决了杰斯，造成了班西港的异变。主教、牧师和带法者们正竭力搜寻追赶，要重新完成封印和清除。仆役们则被引入地底某个区域，由留守的带法者保护，但这无法解释班西港那些居民们的奇怪表现。第2种可能是对天气之神的原始祭祀在班西港部分人群内复苏，飞翔的脑袋和无头的怪物符合祭祀里分享血肉，将头部埋入祭台的描述。而基于某种暂时未知的原因，这部分人突袭教堂，杀掉了牧师杰斯，其余居民或多或少了解些情况，但都选择了沉默。他们或许已经攻入地底，在与封印物帮助下的带法者、牧师和主教激战，并将仆役们全部转化为了怪物，也或许被反推了出去，正被风暴教会的非凡者们追杀，一路逃亡。仆役们则进入地底，接受保护，防止意外。从杰斯的尸体未被利用看，大概率是后面那种发展。这种时候去地底确认情况，肯定会被攻击，毕竟是陌生非凡者，而且留守的力量也未必足够。克莱恩望着躺于地面的牧师，发现他的非凡特性已凝聚于脖子位置，仿佛蓝色的宝石。他收回视线，未去拾取，不想因小利惹来风暴教会那群暴躁老哥的疯狂报复，转而对爱尔兰和大副哈里斯道：先回船上。他随手抛了下金币，确认地底没有战斗。而不管怎么样，无论是否有带法者留守，教堂地面区域都不再适合长久停留。毕竟克莱恩不敢肯定自己的猜测一定正确，只能做最稳妥的选择。好，爱尔兰也不愿意留在这里，忐忑的等待变化降临。只要回到白玛瑙号，他就有许多门火炮，许多的水手，能抵御一定程度内的意外。稍作休整，一行人离开了风暴教堂。有了爱尔兰和哈里斯的加入，队伍四周的防御明显严密了不少。克莱恩无需再抛甩铜哨吸引怪物，重新将它放入了衣兜里。我们要不要给风暴教会总部拍一封电报，汇报班西港的情况？走了几步，爱尔兰谨慎地提出个建议。这样一来，即使真有大的变故，只要坚持下去，总能得救。克莱恩没有反对，行走于前方的薄雾里，平静说道：会路过电报局的呼烈焰达尼兹先松了口气，旋即又提起了一颗心。他害怕的是风暴教会派人调查整件事情，发现有个知名海盗在里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那个时候他很可能还困在白玛瑙号上。虽然我救了人，但带法者对不属于他们的同类并不友好，尤其我还是个海盗。达尼兹一阵为难，决定先把近在眼前的危险撑过去再说。他们走了一阵，眼见电报局在望，侧面街道上却突然有昏黄的光芒浮现，从雾气深处靠拢过来。那是一个提着马灯的中年男子，他身穿绣着风暴符号的深蓝主教袍，低着脑袋，脸色苍白，气息急促，脚步有些踉跄。
爱尔兰凝神一望，脱口喊道：“米勒主教！”那中年男子抬起头来，举高马灯道：“你是爱尔兰？”这个时候，克莱恩稍微后退了一步，凸显出爱尔兰的位置，不让风暴教会的主教重视自己。达尼兹更是缩了缩脖子，借乌尔迪肥胖的身材挡住了自己。是的，主教先生，我看见杰斯死了，究竟出了什么事情？爱尔兰并非新手，没有直接迎过去。米勒主教咳嗽了两声道：“古老的习俗在复苏，一群流着肮脏血液的邪教徒又开始用活人祭祀，并分享血肉。杰斯发现了他们的问题，结果被他们抢先杀害。事情已经无法遮掩，他们利用祭祀改变天气，试图进攻教堂，被带法者们击溃，逃到了山上，逃到了祭坛所在的洞穴。我在战斗里受了伤，没办法坚持，只能慢慢返回。”他话音刚落，远处的雾气里忽地爆发出一团明亮的光芒，就像有无数道闪电纠缠着劈下。借助这样的亮光，克莱恩等人看见了被雾气遮掩住的岸边山脉，看见了连接着雷暴场景的峰顶。这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米勒主教的说法。爱尔兰正要上前搀扶那位风暴主教，却看见格尔曼斯帕罗掏出枚金币，低声念道：“他抱有恶意。”金币飞起，又转折往下，落到了克莱恩的掌心，人头朝上，这表示肯定。米勒主教直直看着这一幕，浅褐色的眼眸内突然涌现出暗红的光芒。第29章25载光环。呜！狂风自米勒主教的体内刮出，撑起了他的深蓝色教士服。咔嚓咔嚓咔嚓，附近的行道树枝干断折，飞向了半空。唐纳的身体不由自主腾起，被抛出去几米，摔在地上，浑身疼痛。不仅是他，塞西尔、丹顿、迪莫多、哈里斯等人也被风带飞，跌到了不同位置。唯有克里维斯、蒂格和乌尔迪，或因为长久锻炼体重不轻，或由于身体肥胖沉重异常，只是踉跄倒地，翻滚了几圈。正对米勒主教的爱尔兰连续做出倒退和后翻等动作，躲过了迎面而来的风压拍击。克莱恩和达尼兹没去硬抗，顺势往后，如风筝一样飘荡，眼看着快要栽倒，却最终保持住了平衡。飓风刚有停息，被吹散的雾气内就显露出6道身影，他们全部披着黑色的斗篷，失去了自己的脑袋，只剩脖子还在鼓鼓冒血，只有打旋的微风撑起兜帽。他们喉咙里传出野兽蓄势待发前的低鸣声。嗖嗖嗖，一道道薄而尖锐的锋刃射出，在克莱恩翻滚的地方留下了明显的、深刻的缝隙。噔噔噔，提着马灯，深蓝教士袍轻轻扬起的米勒主教两侧，6个无头者冲向了克莱恩、爱尔兰等人。踩的地面有所晃动，一个无头怪就很难对付了，现在直接来6个，而且还有明显被污染的主教。烈焰达尼兹看到这一幕，忍不住有些头皮发麻。就在这个时候，他眼前一抹黄铜光芒飞过，投向了远方。当当当，阿兹克铜哨掉在地上，弹动了几下。呼的一声，6个无头之人同时改变了方向，冲往阿兹克铜哨停住的位置，留下米勒主教孤零零一个人站在原地。克莱恩抓住机会，抬起左掌，一把扯下大衣内的太阳胸针，丢给了距离他最近的爱尔兰船长，并简洁喊道：“灌注灵性，5秒。”圣水说完，他没管被吹飞的丝绸礼帽，半俯身体，时左时右的冲向了米勒主教。嗖嗖嗖，一道道锋刃密集射出，全部瞄准了克莱恩。地面瞬间浮现出诸多刀削斧砍般的痕迹，而克莱恩或翻滚，或侧扑，或以手撑地，刀跃起来，躲过了第一轮集火。米勒主教眼中的暗红光芒更盛，同时抬起了双手。嗖嗖嗖嗖嗖，这一刻，锋刃的攻击就仿佛机枪在扫射，克莱恩只来得及躲掉大半，身体就被撕裂，化成又薄又轻的纸屑，飞荡于半空。克莱恩浮现于另一个方向，继续冲往米勒主教，要将两人的距离拉近到适合发挥的程度。接住太阳胸针的爱尔兰当即感受到了炎热的滋味，恨不得脱掉身上的衣服，跳入快要结冰的水里。他略一琢磨格尔曼斯帕罗留下的话语，就从衣物内侧拿出了一个锡铁色的方形酒壶，拧开盖子，将里面的列朗奇全部倒了出来，浓郁的酒香飞快弥漫向四周。烈焰达尼兹环视一圈，对形势有了一定的把握。他呲牙咧嘴的单膝蹲下，
双掌猛然按在了地面，两道赤红的火舌凭空而现，贴着地表蔓延向阿兹克铜哨所在的地方，为他筑起四面熊熊燃烧的火墙。他原本想的是丢个火球砸向米勒主教，让格尔曼斯帕罗能借助火焰轻松跳跃至对方附近展开攻击，但看了看那位主教周围区域依旧凛冽的狂风后，他又理智放弃了这个打算，准备先清理无头怪物，避免他们干扰到格尔曼斯帕罗发挥真正的实力。克里维斯、塞西尔、蒂格和哈里斯此时已重新站起，找回了枪支，将沃尔迪、唐纳、迪莫多等人保护于中间，戒备着可能到来的其他怪物。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在事先没训练过配合的情况下，最好不要胡乱插手那不属于人类的战斗。噔噔噔，6个无头之人毫不在意火焰的灼烧，闯过赤红的墙壁，恶狗扑食般争抢起阿兹克铜哨。这就给了爱尔兰时间，让他能从容地将灵性灌注入太阳胸针，等待圣水凝结，流入方形酒壶。达尼兹见那群无头之人抢成一团，心中微动，半俯下腰背，脸色涨红的于右掌凝聚出一柄尖端赤白的火焰长枪。他前踏一步，转腰甩臂，把那柄火焰长枪投了出去，呼啸着命中了一个无头之人，并将他钉在了地上。赤白的火光腾起，那无头之人的小半截身体直接化成了灰烬，剩下的同样在燃烧，不断腾起黑绿色的气体。眼见攻击的手，达尼兹正要再接再厉，却忽然察觉到了某种疯狂的、恐怖的饥饿。这一瞬间，他仿佛来到了深渊前，只差一步就会跌入。他知道格尔曼斯帕罗不再压抑体内那疯狂的灵魂了。连用3次指人替身后，克莱恩终于进入了预定的距离。他左掌的手套猛地爆发出压抑许久的饥饿，蠕动着长出了一枚枚暗金色的鳞片。克莱恩的瞳孔随之变淡，如有竖起。紧接着，他的眸子里映照出了深蓝色长袍轻轻荡漾的米勒主教。无声无息间，这位正要制造大量锋刃的中年男子脑袋突的后仰，身体凝固了1秒。他绽放出暗红光芒的眼睛失去了理智，充满疯狂的感觉。他的皮肤变得光滑，变得斑斓，就像某些水生生物的表皮。他发出一声像是来自大海深处的喘息，蓝色长袍下突然钻出了一条条滑腻的、恶心的触手，心里一声之狂乱。克莱恩原本只是想借此打断对方的攻击，为后续的控制创造机会，可没想到狂乱后的米勒主教直接失控了。早就堕落或受到污染的对方一失去理智，这最后的枷锁立刻步入了失控的深渊。见此情状，克莱恩瞳孔一缩，不再犹豫，切换了驱使的灵魂。在对方发狂之际，他左掌的手套染上了金色，表情变得威严，目光又一次锁定了米勒主教。他的瞳孔内瞬间亮起了2道宛若闪电的光芒。忽然间，米勒主教发出一声惨叫，双掌连同触手全部回收，捂住了脑袋。他的精神遭遇刺穿，产生了难以言喻的极致痛苦。审讯者。克莱恩右掌一撑，站了起来，左手随即亮起灿烂的光芒。紧接着，他身体后仰，双臂张开，仿佛在拥抱太阳。一道粗大的、纯净的、炽烈的光华从天而降，落到了米勒主教身上，将他完全笼罩于内。四周变得仿佛白昼，劲吹的狂风戛然而止。序列5：光之祭司。米勒主教的身体开始蒸发，先是表皮，接着是触手，最后是血肉。等到那灿烂的光柱消失，他已不成人形，变成了一滩由白骨和血肉构成的怪物，气息相当虚弱。然而他还没有死亡，失控者的生命力前所未有的顽强。克莱恩表情不变，噔噔几步冲到了米勒主教的残躯旁，单膝跪倒，身体前倾，将左掌按在了那滩血肉上。他不继续用光之祭司的能力，为的就是给蠕动的饥饿留下食物。手套的掌心位置无声无息裂开了一道缝隙，里面长出2排虚幻的白森森的牙齿，疯狂地吞咬起血肉、白骨和灵性。但米勒主教还在挣扎，他稳固着血肉，长出了几条新的触手，试图缠向克莱恩，将他拉入自己的怀抱。克莱恩丢掉手杖，拔出左轮，对准怪物连开了5枪。砰砰砰砰砰，或淡金或黄铜或银白的子弹击中了米勒主教，激起一片片不同颜色的火焰。米勒主教又一次发出来自灵魂的惨叫，
再也无力抗衡蠕动的饥饿，连血肉带灵魂全部化作激流，投入了那张贪婪的嘴里。也就2-3秒的功夫，地上只剩下衣物碎片、钞票残骸和点点缓慢凝聚的深蓝带绿光芒。这就是吞食和放牧的区别。克莱恩更想要后者，但这里没有别的食物。与此同时，爱尔兰船长已往方形酒壶内制造了2波圣水。达尼兹连忙朝他喊道：“丢过去！”爱尔兰没有犹豫，将酒壶扔向了正抢夺铜哨的无头之人。可达尼兹清了清喉咙，站直了身体。他左掌悠闲插兜，右手平直前推，于身周快速凝聚出一只只赤色的火鸦。这些半虚幻的火鸦振翅飞出，依循不同的路线，同时撞到了方形酒壶上，正好在那群无头之人的顶部。轰隆隆，方形酒壶碎裂，太阳圣水洋洋洒洒飘落。滋滋滋，剩余的无头之人全部被淋中，惨叫着，抽搐着倒在了地上。他们飞快消融，变成了血水。阿兹克铜哨则静静躺在中央的干净区域。解决了。格尔曼斯帕罗真的很强，哪怕遇上船长，也有抗衡的能力。可惜刚才没看到他用了哪些非凡能力。达尼兹转头望向立在米勒主教遗留事物前的克莱恩，无声感叹了一句。然后他看见格尔曼斯帕罗冷漠地扫了自己一眼，下意识中，达尼兹憋屈地奔跑了出去，将阿兹克铜哨捡了回来。唐纳揉了揉淤青的手臂，看见穿黑色长礼服的斯帕罗叔叔回走几步，弯腰拾起了那顶半高丝绸礼帽，沉默着拍了拍灰尘，重新戴上。第30章事情结束。克莱恩拿回帽子后，米勒主教的非凡特性已凝聚完毕，只有拇指大小，淡蓝剔透，但里面时不时会刮起青绿色的痕迹，奔涌深色近黑的潮水。打开手枪转轮，克莱恩发力一抖，将或呈金色或显银白或为黄铜的空弹壳甩落于地，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响声。接着他不慌不忙取出早准备好的上弹器，将另外的非凡子弹装填入枪内。做完这一切，他收起左轮，弯腰拾取起米勒主教的非凡特性并不甚在意的塞进衣兜。斜走几步，克莱恩捡回手杖，边转身往克里维斯等人走去，边随手抽出一张纸人，像挥舞鞭子般抖了下手腕。啪！那纸人迅速被点燃，脱手飞荡起来，化作点点赤红落地，熄灭为尘埃。好帅！丹顿忘记了刚才摔出的疼痛，目不转睛地看着。斯帕罗叔叔就好像在放烟花。唐纳点头赞同了弟弟的话语，用纸人替身法干扰过现场信息和残留痕迹后，克莱恩望着返回的方向，平静而简洁地说道：“离开这里。”说完，他直接转身，不快不慢地迈开了步伐，并分别从爱尔兰和达尼兹手中接过了太阳胸针和阿兹克铜哨。沃尔迪等人没有废话，也没有喊疼，噤若鹌鹑地跟在了后面。刚才的战斗里，他们充分见识到了非凡者的特殊，尤其达尼兹的火焰能力最为醒目，很是明显，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让他们真切明白到这不是普通人类能够掺和的事情，自己等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听从安排，竭力跟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存活。相对达尼兹那边，克莱恩与米勒主教的战斗表现集中在近乎无形的锋刃和真正无形的精神领域，除了那道仿佛神灵降下般的圣光和米勒主教失控后的可怕样子，整个过程都平淡无奇，波澜不惊，没让旁观者产生太过震撼的情绪。路过刚才那片区域，克里维斯、塞西尔等人突然顿了下脚步，因为他们看见地面布满割裂的痕迹，密密麻麻，到处都是。他们瞬间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格尔曼斯帕罗和堕落主教的战斗比另外一边的表演惊险恐怖了不知多少倍。恐惧感和安全感同时涌现，他们纷纷加快了脚步。20-30秒过去，克莱恩停在了电报局门外的街道上，没什么表情的对爱尔兰船长道：“要去拍电报吗？”说完，他忍不住提醒了一句：“不要强行进去。”好的，在这诡异的夜晚，爱尔兰同样谨慎。他快走几步，来到电报局大门前，抬手敲了3下。咚咚咚，略显沉闷的声音回荡中，里面有人开口问道：“谁？”本就警惕的克莱恩突地皱眉，因为说话的是个男人。爱尔兰也有些奇怪：“我想拍一封电报。”“你是谁？”“我记得之前的值班者是位女士。”里面的男人平缓回答道：“我是帕沃考特·梅兰妮的同事，她就在我的旁边。”
他很好。帕沃考特话音刚落，之前那女生就紧接着开口道：是的，我很好，你们不需要再留意。帕沃考特，回来的朋友，你们的民俗不是不回应不开门吗？帕沃考特是怎么进去的？克莱恩忍住了质问的冲动。爱尔兰后退一步，清了清喉咙。我想拍一封电报给风暴教会总部，很抱歉，我们不能开门。帕沃考特没有情绪起伏地回应。爱尔兰也感觉到了那种诡异，不敢强求，主动给出了替代方案。你们是否可以帮我发，然后把底稿从门缝里给我？内容是班西港异变，主教米勒和牧师杰斯身亡，署名为爱尔兰。好的，梅兰妮的声音渐远，似乎已回到了电报机前。等待了一阵，里面传出滴滴答答的声音。没过多久，一张电报底稿就从大门下方的缝隙里伸了出来。爱尔兰弯腰拾起，忍住了通过缝隙窥探里面的冲动。他看了眼电报底稿，鼻子忽然抽动了一下，从纸张上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他连忙侧头望向格尔曼斯帕罗，用眼神示意电报局里面有问题。然而回应他的是深沉内敛没有波澜的目光，以及一句平静淡漠的话语。回传丢下这句话，克莱恩直接转身往这条街道的尽头行去，身影逐渐融入了淡薄的雾气里。提着破碎马灯的达尼兹当即拔腿跟随，毫不犹豫。唐纳等人同样如此。爱尔兰沉吟了2秒，拿着电报底稿追赶起大部队。电报局内再没有声音传出，异常安静。或许是因为堕落的米勒主教已经被清除，克莱恩等人返回的路上，没再遇到那种披黑斗篷的无头之人，长满霉斑的脑袋也只出现了2次，轻松就被解决。不知走了多久，他们终于看见了码头，看见了有一道道烛光透出的白玛瑙号，这让沃尔迪等人又找回了力量，从快步变成小跑，一路奔到了放下的舷梯前。克莱恩提着沾满血污的手杖，守在下面，直至所有人全部登船，才连拉带跃几步回到甲板。这个时候，爱尔兰已开始召集大副、二副、航海长、枪炮长等下属，让他们组织水手，调整火炮，做好随时起航的准备。虽然夜间离港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但如果事情明显恶化，那将是最能规避危险的办法。斯帕罗叔叔，唐纳拉着弟弟丹顿小跑着来到克莱恩的身边，有一肚子的话想问。克莱恩点了下头，指着船舱道：先回房间，明天再说，危险还未解除。唐纳乖巧点头，和丹顿一起竖起食指抵在了唇边。嘘。等布兰奇一家和蒂莫多一家进入船舱，克莱恩走到爱尔兰旁边，将米勒主教的非凡特性掏出，丢了过去。如果还有带法者活着，就还给他们一位也许有序列6的主教遗留的非凡特性，必然会被风暴教会强力追查，而白玛瑙号上的众人都将是怀疑的对象。克莱恩并不想刚刚出海就被大洋上的头号势力通缉。如果班西港的带法者没谁存活，总部的支援也得等一阵子才能到来，给克莱恩留出充裕的处理和离开时间，那他肯定舍不得归还，会找理由再要回来。爱尔兰接住那团拇指大小的东西，略显疑惑地瞄了一眼，他没问这究竟能用来做什么，呵呵笑道：不用担心风暴教会的调查，我会暗示他们你和我是一伙的，于是我就被风暴教会认为是军情9处的人。克莱恩轻轻颔首，没有多说。爱尔兰看了下旁边的达尼兹，试探着问道：烈焰？哈哈，达尼兹干笑2声，学着某人道：你猜？那我认为不是。爱尔兰默契回应。简单交代完事情，克莱恩来到船舷旁，望向迷雾笼罩中的班西港，戒备着暗藏的危险。时间1分1秒过去，岸边山脉的峰顶又一次亮起雷暴光芒，一道道银白而爆裂的闪电肆虐于那里，逐渐平息了下来。班西港的雾气开始消散，红月的光芒越来越清晰。结束了。克莱恩看到这一幕，没敢完全放松。又过了大半个小时，3位自称带法者的男士来到码头，要见爱尔兰船长。经格尔曼斯帕罗占卜确认，并炸了对方1次后，爱尔兰让水手放下了舷梯。3位带法者先示意周围船员离开，接着压低嗓音向船长通报了情况。克莱恩没靠拢去听，耐心等待着事情收尾。几分钟后，爱尔兰将米勒主教的遗留特性还给了带法者们，目送他们离开白玛瑙号，去各个地方处理残局。呼，爱尔兰吐了口气，来到克莱恩和达尼兹旁边，又放松又后怕的说道：事情解决了，
没有问题了，真的解决了吗？克莱恩豁然想起了电报局门后的帕沃考特和梅兰妮，想起了青柠檬餐厅的老板福克斯和静静注视着自己的一位位留宿客人。爱尔兰继续说道，具体是这样的，杰斯偶然发现古老的食人习俗和活祭传统在复苏，确认班西港的少量民众变成了邪教徒，他慌忙返回教堂，向主教米勒汇报，可没想到的是，面前那位就是邪教徒的首领，真正的堕落者。他被米勒的锋刃当场割断了脖子，死在了主的教堂内。米勒正要处理尸体，却被仆役们发现，于是事情变得不可收拾。部分仆役被转变成了怪物，部分在牧师们的引领下躲入了地底。米勒见已经无法掩饰，遂离开教堂，召集邪教徒前往山顶祭坛。天气因此而改变，带法者取出3件封印物后赶了过去，爆发了激战。这个过程里，米勒受伤逃跑，其余邪教徒坚守于祭坛，最终被攻破。教会总部已经回电，即将派人来彻查米勒主教堕落的原因。我告诉他们，因为米勒主教重伤，我们才能联手杀掉他。对了，带法者还让我找布兰奇一家和迪莫多一家签保密协议，大致讲清楚事情的原委后，爱尔兰长长舒了口气，忙碌着处理起剩余的事务。克莱恩没敢彻底放松，依旧守在甲板上，直至天边云层如烧。太阳缓缓升起，照亮了整个港口。他看见这里的居民陆续出门，沐浴着金色的阳光，边说笑边前往各自的工作岗位。班西港又有了人类的气息，真的结束了。克莱恩略显迷惑的回身，准备等船开后补一觉。至于达尼兹，虽然早就打起哈欠，但见格尔曼斯帕罗没动，也不敢动。进入船舱的路上，克莱恩遇见了同样一夜未睡的爱尔兰。早上好，我们即将离港，不用再担心什么了。爱尔兰笑着打了声招呼。他说话的同时，白马脑号的汽笛发出了呜的动静。听到这声音，克莱恩悄然吐了口气，决定将疑惑全部抛到脑后，不再想班西港的事情。他点了点头，算是回应。爱尔兰活动了下脖子，感叹了一句：昨晚我有种奇妙的感觉，那就是古老的宾夕和现代的班西港重叠在了一起。克莱恩本打算就这样越过对方，忽然把握到了一个单词，表情沉凝的反问道：宾夕？呵呵，这是班西港的古称，在300-400年前，这里叫宾夕镇。后来因为发音等多重因素，逐渐演变为了班西。爱尔兰随口介绍道。听到这个答案，克莱恩的眼眸一下收缩。他记得非常清楚，贝克兰德地下遗迹内的恶灵说过，如果想找到救赎蔷薇的创立者之一，曾经的天使之王梅迪奇和他的血脉后裔，可以去宾夕镇碰碰运气。宾夕，克莱恩的心灵仿佛在一寸一寸被冻结，寒冷从骨髓深处散发了出来。他猛地回望外面的港口，眼前又一次浮现出紧闭大门的电报局和青柠檬餐厅内安静注视着自己的留宿客人们。